为什么很多人世世代代都是奴隶，但这些人自己却不知道呢？很多人以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是国家、是总统、是富豪，其实都不是。控制这个世界的人呢，其实就是控制这个世界货币的人。他可以让一个国家瞬间的破产，也可以让一个人瞬间的灰飞烟灭。全世界任何一个人，甚至一个国家，到底最后是强是弱，是贫是富，都是由操控货币的人说了算的。而这个人呢，就叫做美联储。所以各位，现在这个美联储要换一个主席了，要换一个控制世界货币的人了。而且这个人要做的，就是把美国这么多年以来欠下来的39万亿的债，让在座的各位去还。那还跟你无关吗？这39万亿，你是要多还一点呢，还是要还少一点呢？甚至让别人来替你去还呢？大家好，我是邵医生。现在要让你替美国还债，你是不是也要知道你每年要替美国还多少钱了？美国政府呢，它一年从税收那边能够赚到的钱是2万亿美元，而它一年要花的钱呢，大约是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一年花出去的钱比赚回来的钱要多2万亿美元。还有美国这么多年以来是不是已经欠了39万亿美元呢？它每年只是要还的利息呢，就差不多是1万亿美元了。所以美国每一年都会有差不多3万亿美元，都是他要花出去的，但是他却拿不出来了。这3万亿美元的洞呢，如果他补不上，政府就要关门了，军队就要原地解散了，甚至机场的飞机呢都不能起飞。也因为这样，美国是不是每年至少也要借3万亿美元来花？那你可以看得到，日本、英国、中国这3个借钱给美国最多的国家，这几十年以来借给美国的钱呢，加起来也不到3万亿美元啊。但是美国它一年就要去借3万亿美元，那谁能借得起呢？没有人能借得起的。而且全世界的美元也就这么多，美国真的硬要从市场上借走这3万亿，就相当于每年都要在市场上面抽走了3万亿美元。这样股市、房市、币圈、黄金，所有的资产都会因为缺钱而崩盘的，大家手上的钱都会被美国借光的。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啊，就是让美联储打开印钞机，直接印钱借给美国政府去花。这样美国政府有钱花了，市场上的钱呢也不会被抽走了。那这个动作呢就叫扩表。但是问题就来了，你印越多的钱啊，美元的价值就会越低。就好像你手上有一张限量版的 Pokemon 卡，全世界只有10张，那一定是很贵的。但如果工厂突然多印了10万张一模一样的卡呢，那你的那一张就变成废纸了嘛？那同样道理，美国不断的去印钱，美元就会不值钱了嘛？美元不值钱了，美国欠的那39万亿的债务，实际上呢也是跟着缩水的。也就是说，表面上美国政府呢是根本不需要向你借钱了，他每年要用的那3万亿呢，是美联储打开印钞机凭空印出来借给他的。所以美国政府的债主呢是美联储，不是你啊。但是美联储它每一次印钱你手上的美元就会变得薄一点，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就会这样不知不觉的被美联储从你手上偷走了，然后呢就借给美国政府去花了。你不是自愿的，你甚至不知道了。而且最狠的是呢，美国政府欠美联储的债会因为不断的印钱而越来越不值钱了，等同于他借的钱却不用还多少了。而你被偷走的那些购买力呢，是永远不会回来的。这个就是很多人不自知的，世世代代都成为了奴隶的原因。但问题就来了，美元印的太多，就会变成废纸，最后呢就会变成津巴布韦一样，几万亿的美元呢都买不起一个面包。所以美联储要做的，就是要让美元在供应变多的时候呢，需求也要变得更多。换句话来说呢，就算美联储它不断的去印钱，但全世界呢，它反而要抢更多的美元。所以呢，以前的美联储就利用了2个巨大的容器，把这些新印出来的钱接住，然后关起来，不让这些新印出来的钱呢流进去市场上面，同时还要把市场上面旧有的钱收了回来。这第一个容器呢，就是美股。美联储它虽然印了很多钱，但这些新印出来的钱呢，它不是借给每一个老百姓的，它一部分是借给了政府，一部分呢是借给了资本家。
这些资本家拿到钱之后呢，就会拿去回购自己家的股票，比如说像08年还有20年，美联储印钱了之后呢，美股是直接暴涨的，然后还不断创了新高。所以印钱之后，钱实际上虽然变多了，但这些钱有一部分都是被困在美股这个容器里面的，它不会跑去市场上面，这样老百姓手上的钱呢，看起来就没有变多，所以老百姓看起来了就不会觉得自己手上的钱变得不值钱了。但是现实就是，只要你没有去投资美股，你的钱呢都是在变得不值钱的。所以美联储印钱之后，美国政府它就可以借到钱了，股市也大涨了。但问题就来了，2020年疫情崩盘的时候呢，印出来的钱还是太多了，美股是根本没有办法完全接住了，很大一部分的钱呢还是流进去了市场上面。当时美国的通胀就涨到 9%， 美元是直接被大量的抛售的，就汇率暴跌的不值钱了。所以美联储解决了美股还有美国政府他借钱的问题之后呢，就要把这多印出来的钱收回去，所以就要用到第二个容器，叫做隔夜逆回购。其实就很简单，就美联储他会告诉银行，你们呢可以把钱存在我这个隔夜逆回购的账户里面，我呢就会给你很高的利息，而且呢是完全没有风险的。那银行一听呢，他不用去跑业务就有钱赚了，所以就会把手上的钱都转到美联储的这个账号里面。最高峰的时候呢，这个隔夜逆回购的蓄水池里面呢就关了 2.5 万亿美元。也因为这样，市场上的钱呢就会冻结了。就像你本来手上是有很多钱了，但你呢就把这些钱都锁在了存钱罐里面，不拿出来了，就把这些钱给冻结了。同时呢，美联储就开始缩表，把市场上的旧钱都收了回来，把钱从市场上抽走了，而且还提高借钱的利息。这样呢，市场上的人就会少借钱，多去存钱，市场上的钱就会变得越来越少。所以简单来说呢，美联储它的第一步就会去印钱，第二步呢就是升息跟缩表，把多印出来的钱收回来，让美元去升值。结果呢就是政府它有钱花了，股市也涨翻了，市场上呢就会缺美元了，全世界一缺美元了，其他国家的货币跟资产就会贬值了，最后美联储就可以用升值的美元去抄底全世界贬值的资产了。所以聪明的你呢，如果你不想要替美国还债，很多人就会在美联储升息缩表，全世界资产打折的时候呢去抄底，在美联储降息扩表印钱的时候，把暴涨的资产给卖了。但是现在新的美联储主席呢，他要把过去的这套玩法完全的放弃，用一套全新的玩法，让全世界替美国去还债。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所有的赚钱逻辑呢，还有经济的周期呢，都将会改变。一只猪在风口上也能飞起来，但风口宽了，猪呢就会被摔死的。而这里请允许我多说几句，我不是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我只是不希望让别人去等，更不希望让支持我的人失望。所以前2周我生病了，没有出影片。说句实话，我心里面是一直不好受的。我原本是打算等病好一点，一个一个回复给我留言的观众，亲口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可是当我打开了留言区，我愣住了，没有一个人在怪我，全部都在替我加油。那个时候我还在发烧，头是很晕的，但我想至少也要给每一个替我加油的人按个赞，1个、2个、10个、100个。我点赞到最后，我的手就在抖了，眼泪呢也差一点要掉下来了，因为太多了，我真的点不过来。那一刻呢，我才明白，原来这几年我不是一个人。那现在我病好了很多，真的好了很多了，所以我就站在这里录这部影片，想要统一跟大家说一声很抱歉，让你们担心了，也想要统一的跟每一位支持我的人说一声谢谢。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一份感激，就是如果这一刻你们站在我的面前了，我一定是90度鞠躬的，一个都不会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呢，说起来真的很奇妙，萍水相逢嘛，连朋友都算不上，你没有见过我，我也没有见过你，但实际上呢，你们比很多的亲人，比身边很多的朋友还要让我感到很亲切，感到很温暖。这一份恩情呢，我真的记住了。我不会说什么很漂亮的话，我希望以后可以做好每一部影片，
一点一点的把这一份恩情还给你们，谢谢，真的很谢谢。好了，现在问题呢就出现了，升息跟缩表虽然减少了美元的供应，但是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呢反而呢也是减少了，结果现在美元依然是没有涨回来的。美元涨不回来呢，那么后续美联储就不能再继续的降息跟印钱了，因为现在美元它都跌得这么惨了，如果还继续的去印钱降息的话，美元不是跌的还会更惨吗？那如果说不能再印钱了，那么美国政府每年要借的3万亿，谁去借给他呢？最重要的是，升息跟缩表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先说这个升息嘛，美国政府他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借钱户。以前利率是0的时候呢，他借钱是几乎不用还利息的。现在呢，就涨到5%以上了，他每年就要多还超过1万亿美元了。如果说不能降息跟印钱，他每年这1万亿的利息呢，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本来现在他每年要借3万亿美元才能活下去，过个几年他可能就要去借6万亿、10万亿才能活下去了。到那个时候呢，美联储要印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了，美元就会越来越不值钱了。而缩表呢，副作用更大。首先，美联储它去缩表，把市场上的钱都抽走的时候呢，它为了不要让市场崩盘，它另外一边呢就要把隔夜逆回购里面关着的2.5万亿美元慢慢的放出来补血。但是现在到了去年底了，这2.5万亿美元呢都已经全部流光了，也就是说隔夜逆回购的这蓄水池呢现在也已经是空的了。而第二个副作用呢，就是美联储的缩表其实就是把美联储手上的美债卖给美国的银行，换走他们的现金嘛。也就是说，缩表呢其实就是在卖美债。也因为这样，美债这几年的价格呢是直接暴跌了，没有人敢去接盘美债。也因为这样，美国政府就要花更高的利息去吸引全世界借钱给他。结果呢，就是缩表跟升息不但救不了美元，反而呢还砸崩了美债。如果他继续的这么做，市场上呢就会完全没有钱了，美债呢就会更进一步的崩盘了。而他呢也不能够去降息跟破表印钱，因为这样美元就跌得更惨了，美债以后呢就更难卖出去了。所以重点就来了，钱呢其实还是要印的，美元呢其实还是要救的，只需要换一套全新的方法。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了，他就想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办法。就一个国家他为什么要去印钱呢？就是因为钱他不会花嘛，所以才要去印嘛。但是美国是不是完全没有钱去花呢？其实不是啊，有一笔钱呢，它被锁在了保险箱里面，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呢都不能动了。这笔钱就叫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呢，大家都跑去银行取钱周转了，很多银行就直接挤兑了，因为他们都把客户存在银行里面的钱都借了出去放贷赚钱了。所以全世界很多银行都要面临倒闭了。而从那之后呢，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规定了，银行是不能把客户存的钱全部借了出去，必须呢要留下来一部分存在这个中央银行去当押金的。万一大家同时要去领钱，那银行还有这一笔押金可以去救命吗？这笔押金呢就叫做存款准备金。2008年之前呢，美联储对这一笔押金是不付任何的利息的，所以银行只会存法定它最低的一个金额。当时全美国的银行的准备金呢，总共也才450亿美元。但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呢，美联储它怕银行再倒闭了，所以就做了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只要你银行愿意比我规定的，你多存一些准备金在我这里呢，那么我美联储就会给这些多存的超额准备金支付一个很高的利息，而且这个利息呢，甚至比银行它出去放贷的利率还要高啊。也就是说，银行它只需要把钱存在美联储上面，它什么都不用做，稳稳的就能够赚3.5%以上的利息，而且是零风险的。那这样他们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的跑去外面放贷呢？所以银行就开始疯狂的把钱存进去美联储的准备金账号里面，短短几个月，准备金呢就从450亿
暴冲到8500亿，到今天已经变成了3.1万亿美元了。美联储每年光是支付这些利息呢，就要花掉超过1000亿美元。这笔钱就好像被锁在一个保险箱里面，银行不拿出来呢，市场也动不了了。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有一笔钱被锁在了保险箱里面，不到迫不得已呢都不能动。而这一个新的美联储主席，他对08年以后的这个准备金制度呢是非常不爽的。他在很多文章里面都直接开骂，说这个制度把美国的银行都养成了废物了。以前银行它要去赚钱业务员呢都要出去跑客户，去拜访工厂，去看贷款案例，去评估风险。而现在呢，银行它只需要把钱往美联储里面一存，什么都不用再做了，利息就自动的进来了，存的越多就赚的越多。他认为这个是太不合理了，所以他说过，他上任之后要烧的第一把火呢，就是要废掉超额准备金的利息。也就是说，以后银行把钱存在美联储，超过法定最低的那个部分呢，它1毛钱的利息都不会给你了。这就像你原本把钱存在银行银行每年就会给你 3.5% 的利息，有一天银行突然说从今天开始呢，你的存款就不给利息了，那你会怎么做呢？你就会把钱领出来嘛，就会拿去放在别的会给你利息的地方嘛，对不对？银行也是一样的，当美联储它不给利息了，银行就会把钱拿出去放贷借给企业。如果这3万多亿全部被领出来，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很多人呢以为这个叫缩表，因为美联储不再需要付银行的利息了嘛，所以它的资产负债表就缩小了嘛。但其实刚好是相反了，因为缩表呢是美联储把钱从市场上收回来，市场上的钱变少。但新美联储主席这一招呢，是美联储把钱退还给银行，市场上的钱呢是会暴增的。银行拿到这3万多亿呢，就会拿去做贷款的。企业拿到贷款呢，就会拿去投资，去盖工厂，去买设备，去发薪水。拿到薪水的人呢，又会把钱存进去银行，银行又会拿出去贷款，这个循环一直去转。经济学家就算过，这3万亿美元呢，经过银行体系的放大，最后市场上流通的美元呢，就会多出大概12万亿。也就是说，账面上美联储看上去是缩表了，但实际上它反而呢是会给市场放出来12万亿美元的。这个新美联储主席呢，他完全不用说他要去印钱，他只需要说自己要废掉这个超额准备金的利息，让银行不要再躺着去赚钱了。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所以呢，从来不去投资的人，他手上的钱就会一直被拿去替美国还债。很多人说我自己住的地方通胀是很低的，也就2%-3%，只要我把钱放在银行，银行给我的利息呢也有2%-3%，那至少我的钱是不会贬值的嘛。但这个呢，只是代表你的钱拿去买东西没有贬值，不代表你的财富不贬值。当全世界国家在印钱，它为了不引爆通胀呢，这些新印出来的钱就会跑到一些资产上面，像是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最简单的房子。很多人以为呢，20年前有100万放在银行，现在也有个快200万看上去好像没有贬值。但是当时的100万可能是可以买到现在价值1亿的房子，而现在100万呢，只能买到这一个房子的厕所。因为股票、黄金、比特币跟房子都翻了无数倍。很多人的祖先他好不容易赚到第一桶金，但为什么这些钱就是传不到给你呢？就是因为就算这些祖先他1分钱没有花，他们的财富也会被这样无形的洗劫了。当然，就算你把钱拿去投资呢，更多人反而是会把赚回来的钱都给亏光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因为新闻、基本面、国家的局势，或者是学了各种各样的分析，甚至是一些所谓专家的看法、朋友的推荐，然后呢就把自己辛苦赚回来的钱随随便便的很轻易的拿去买了一个资产，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就算赚到钱了，最后也会亏回去，就是一直被套牢，一直亏钱。他们不知道，真正决定一个资产市场是跌的，不是你个人的看法，而是整个市场的看法，也就是买的人多一点，还是卖的人多一点。
而这些蛛丝马迹呢，只会在图表上面透露出来。只有你懂得抓住这些蛛丝马迹，你投资的胜率才会提升的。而胜率的提升，也不代表你长期就能赚到钱哦。因为投资呢，总是会有亏钱的时候。所以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我亏的时候亏1块，赚的时候赚10块，我是不是亏5次都无所谓呢？因为只要我赚1次，前面亏的5次都只是我的成本。所以我们的投资呢，其实是在执行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呢，不是靠猜的，也不是靠内幕，不是靠运气的，它靠的是资金的管理、风险的控制、图表的信号，用计划跟纪律去抹平我们的人性。如果你真的想要把我投资的逻辑学会，真的想要长期投资输少赢多，而不是只是为了看影片去打发时间，只要你是我的真粉丝，那么今天我不需要你去付$400，甚至不用付1块钱，我直接送给你一场公益课。但这一次呢，我们真的准备把这一个公益课下架了，因为我们准备开一个全新收费的课程。那么如果你不想再错过的话，赶快点击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立刻去锁定你的位置吧。好了，也就是说，新的美联储主席呢，他把存款准备金的钱要放出来了，看上去呢是在缩表，实际上呢是换了一个方式去印钱，而且他是要一次性放出12万亿美元。那么重中之重就来了，如果只有美国他自己去印钱，其他的国家不跟着去印，那会发生什么事呢？美元就会暴跌了。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上的美元突然就多出了12万亿，但欧元、日元、人民币、英镑都没有变得多，美元相对呢就会变得不值钱了。津巴布韦呢就是这样，他们自己印爽了，但别人不印，他们的钱呢就买不到外国的货物，最后呢就会通膨爆炸。1万亿的钞票都买不到1颗鸡蛋。所以其实呢，就算全世界他不去买美债也没有问题的，只要美国他去印钱的时候呢，全世界也跟着去印，你印我也印，你稀释我，我也稀释你呢。美元变得不值钱的时候，全世界的货币也跟着不值钱的时候呢，那美元就不会不值钱了。这样美联储它印钱借给美国政府去花呢，但美元就不会贬值了。所以美国政府它根本不需要你借钱给他了，就算全世界国家都不去买美债，美债呢也卖不出去了，也是无所谓了。因为只要你的国家它跟着美国一起去印钱，全世界都跟着去印钱，那全世界的货币都不会贬值了。这样就算美债它没有人买了，只要美元不贬值了，那美国都可以让美联储它印钱去买的。你看嘛，美元在市场上的数量其实是一直暴涨的，但美元到现在依然都没有变成废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全世界都在配合它去印钱。因为如果你过去不跟着一起印钱呢，你自己就会出事。日本的经济为什么它会失去了30年呢？就是因为当时日元对美元是疯狂升值的，所以日本它卖给美国的东西就全部变贵了，然后呢就卖不出去了，工厂就倒闭，工人就失业了。所以全世界的国家只要他想要去赚美元，就不能让自己家的货币去升值。反过来说呢，就是要去保住美元的汇率，不能让美元贬值。所以当美联储它每一次印钱的时候呢，美元是贬值了，但全世界它也会跟着去印钱，让美元它涨回去，保住美元的汇率。也就是说，只要全世界都去印钱，那么新的美联储主席他就可以去印钱，而美元呢却不会贬值。而这个方法之前也讲过，就是让石油或者是大宗商品的价格暴涨了。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买石油几乎都要用美元去付钱了，所以当油价从60美元一桶涨到120美元了，每个国家就需要花2倍的美金去买同样的石油。那如果你手上的美金不够，那怎么办呢？你只有3个选择。第一呢，就是卖掉你手上的黄金，那其实黄金是有限的，你卖完就没了。第二呢，就是卖掉你的美债，但是现在美债的价格呢已经跌得很惨了啊！你现在去卖美债套现，就等同于割肉，
就相当于你借给了美国1万亿，但是你3000亿呢就贱卖出去，而且通常能接盘的都是美国，那这就是等同于美国借给你1万亿，但他只需要还3000亿给你啊。所以只有第3条路，就是印你自己的货币去市场上面去换美金。所以只要让石油的价格暴涨了，每一个国家的央行呢就会自己去印钱了，然后把自己家的钱换成美元。如果他们不印钱了，就会没有美元去买石油，没有石油了，货车呢就不能送货，工厂呢就不能开工，发电厂呢也要跟着停摆了，经济就会崩盘的。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汇率呢都已经在暴跌了。只要你家要印钱，只要你家的汇率对美元已经暴跌了，那么当美联储印钱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去替美国还债了啊！你去加油，你发现油价变贵了，很可能你其实就是在替美国还债了。所以如果你接下来不想要替美国还债，你要思考的就是你国家在印钱的时候，它印出来的钱会流进去什么地方呢？会流进去股市呢，还是流进去房市呢？你要知道，每一次印钱，钱都不是平均的掉进每一个人的口袋的。离印钞机最近的人呢，他会先拿到钱，然后他们会拿去买资产，然后资产就会暴涨。而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资产已经贵到你买不起了，你只能拿着你那一份被稀释的现金站在外面去看。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一辈子辛苦的去工作存钱，最后却发现自己什么都买不起了。不是你不努力，是你一直站在钱的反方向。如果你想要学习一套适合你的投资系统，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也要学的技能，那么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去报名投资改名培训营了。好了，各位，今天这期的内容信息量是很大了，如果你看不懂，可以多看几遍，反正是免费嘛。而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呢，欢迎留言给我，我们一起理性讨论。我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什么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错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只要你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是有用的话，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